好，大家好，我小雷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来聊起国产杜卡迪魔效500，也是这段时间网络上非常火的一台车。能把一台仿造车做得这么火，做得这么有热度，真是不服不行。因为在之前，比如国产大牛、国产R6、国产宝马，甚至是国产的飞霜都没有掀起来这种热度，更没有厂家专门开发布会，甚至卖到3万多的价格。而且仿杜卡迪这不是第一次，比方之前有过吉明，有过蛟龙，但是这2款车都没有魔效500看起来这么有质感，这么高级。准确点来说，让魔效告诉你们什么叫1:1，什么他妈的叫仿制。尤其是单侧摇臂侧别节震、暴雨卡钳，甚至有直推上泵液压离合，也有钛齿 TFT 液晶仪表，包括可调节震，并且漆水和做工看起来也不糙。更好玩的是杜卡迪是微钢，它后缸的缸盖是裸露的，而魔效500直接做了一个塑料板来模仿微钢的缸盖，这个设计就非常灵性，特别不讲武德。另外这台车长是2米，宽是73厘米，高是1.15米，坐高790，整备重量196公斤，油箱容量22升。它的发动机用的是龙星的 KE500。国产除了高精包括贝纳利之外，其他几乎所有500车型，不光 ADV、巡航，包括街车，几乎都是龙星 KE500发动机。所以这台发动机质量毋庸置疑，还是水冷 471cc 直列双缸4冲程发动机，压缩比10.7:1，最大马力8500转，爆发47.6匹，最大扭矩7千转，爆发43牛米。官方宣称最高时速165，0-100加速6.1秒。前轮胎17寸120，后轮胎17寸190，这个规格与大排量跑车一模一样。用的链条传动6档变速，实时多片离合器。具体细节28号北京魔展大家录视频。聊完参数，我们简单聊一下这台车。目前小道消息，这台车订单突破2000台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个销量特别少，很多大厂的车型也卖不到这车的一半，也千万不要觉得水车佬买回去套牌，因为3万多已经可以买到水的1199，并且套牌本就违法，而且是掩耳盗铃，所以水车佬根本没有必要。所以真正下单的还是喜欢大牌的摩友，也是目前经济能力不足以买起杜卡迪的摩友。这就比如能买得起杜卡迪 V4， 能买得起 CBR1000， 能买得起宝马 S1000， 能买得起 R1， 谁会买冲锋250，谁会买豪爵250？所以大部分年轻摩友目前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大牌的时候，有台发动机可靠、做工可靠、漆水好、颜值高的车型，甚至说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车型，我想我在10几岁我能支撑起，我会下单。至于网络的声音，有的人说碰到真的杜卡迪会特别尴尬，这个话没毛病，的确有些丢人。但是我们要尊重年少的梦想，我们可以骂车，但是不要骂人。另外一部分摩友是担心质量，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来证明，更需要车主来反馈。其实发动机没问题，主要看骑行质感，包括车架怎么样。另外就仿造来说，我国汽车工业、摩托工业本就是仿造起家，有部分大厂通过逆向研发也实现了发动机自主生产，但是车架、刹车、轮胎、仪表、减震、电喷、轮毂等等还是需要代工生产，或者是零配件供应。说的简单一点，你要仿造一款街车、跑车、ADV 车型，可以通过车架设计自己的造型，然后匹配自己的发动机或者采购发动机进行配套。至于其他所有的零配件也是一样的，大家不要觉得只有中国是这样，日系4大厂欧系、宝马、杜卡迪也是一样的，他们的轮胎、减震、电喷、卡钳、刹车也不是自己生产的。除了 KTM 有自己减震品牌之外，大部分厂家也是零配件供应。说到这儿，就目前国产发动机内部零件也不可能100%自主生产，比如离合器是 FCC 的，曲轴可能是京城的，气门可能是湖南产的，活塞连杆可能是浙江的，凸轮轴、缸盖可能是四川的，等等之类，绝大部分还是零配件供应组装。说的更简单一点，你可能只需要提供想法和想要的造型，包括最终的上路测试，其他的所有一切都会由代工厂进行完成，你只需要拿回来直接组装测试就可以。包括车辆外壳也是，这一套在国内都可以完成。除了豪爵、宗盛、龙星、贝纳利，包括精浪之外，他们是自己生产发动机，自己可以配套，其他绝大部分还是采购，包括组装。所以谁也瞧不起谁，骨子里都一样。目前最有良心的是自主设计、自主生产，比如精浪、力克、龙星、无极等等。视频最后给大家看一下正品的1199，可以说魔效500稍加改装从我身边过去，我真的分辨不出来。我觉得光这一点已经达到了它的目的。总结一下，你买我不管，我买我不买。具体详细信息大家看一下实测视频。如果28号魔展有机会试骑，给大家发视频。就聊这么多吧，感谢观看，拜拜，再见。